如何用小细节增强家庭归属感？曾伟15岁那年，某天突然在家门口停住不动，妈妈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我有点不想进去。”妈妈错愕：“你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曾伟耸耸肩：“没有，就是觉得这个家好像只是我吃饭睡觉的地方而已。”那天晚上，妈妈辗转难眠，她努力赚钱，供孩子读书，每天早上准备早餐，周末还送补习，几乎用尽力气经营这个家。怎么会？孩子竟说出这样的话。他不是没付出，但他开始明白，原来有一种冷漠，不是争吵，而是感受不到被需要，也感受不到自己属于这里。这不是一个家庭失败了，而是某些关键的小细节被忽略了太久，而这些被忽略的小细节正是打造归属感的关键拼图。当孩子住在家里，却不觉得有家。青少年期是人生第一个质疑归属的阶段，他们开始想问：我真的被了解吗？这个家需要我吗？我的存在对家人有什么意义？很多父母对孩子说：你只要好好读书就好。但对孩子而言，归属感不是只用理性思考来建立的，它来自一连串的小线索，那种让他知道这个家在乎他、接纳他、牵挂他、需要他的线索。当这些线索缺席，孩子就会开始用其他方式寻找归属，例如沉迷网络，把虚拟世界找认同，过度黏朋友，把朋友圈当家庭，对父母冷漠，以距离自保。我们无法用一次对话就重建关系，但我们能从日常的小细节开始，重新温热那已经降温的家庭氛围。归属感不是用道理说出来，而是从感觉活出来。想象这样一个场景，一个家庭每天早上都在时间紧迫中开场，妈妈在厨房忙着，爸爸边吃边看新闻，哥哥还在补眠，妹妹已经穿鞋准备出门，彼此几乎没有眼神交流。这不是谁的错，但就是缺了一点点，一声早安，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，甚至是一句今天考试加油哦。这些都是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，却可能是孩子整天情绪的防摔垫。归属感不是靠讲大道理建构，而是靠这些细节慢慢堆叠起一种氛围。你是被看见的，你在这里有名字，有角色，有连结。让我们看看这些令人感动的现代实例。子涵是一位高2学生，妈妈每天帮他准备便当。某天妈妈突发奇想，买了一本贴纸书，每天贴一张可爱贴纸在便当盖内侧，有时是笑脸，有时是加油的字，有时是他童年画过的图案。子涵表面冷冷的，从没说什么，直到有一天，班上同学说：你妈妈真的超可爱，你每天的便当我都期待。那天晚上，子涵主动在赖跟妈妈说：我其实都有注意到你贴的贴纸，谢啦。这不是一个贴纸的力量，而是你有花心思在我身上，我感受到了。俊泽和爸爸一直话不多，爸爸是工人，手粗身大。国3那年，俊泽补习回家时间都很晚。有一天，他看到桌上放着一瓶他最爱的红茶，贴着纸条：今天考完了，喝个甜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每次段考完，桌上就会出现一罐红茶，没有多余对话，但成了默契。
大学毕业那天，俊泽在致辞时红着眼睛说，我爸这辈子对我讲最多的话就是帮我拿钱子，但那几瓶红茶我一辈子不会忘记。佳宇每天睡前5分钟，妈妈会进房间问他，今天有没有一件你觉得烦的事？有没有一件开心的事？一开始佳宇觉得烦，但久了他习惯这个流程。后来他说，那5分钟我知道我可以很放心的丢出我的情绪，不会被嫌吵，也不会被打断。归属感来自3个层面的细节。1、被看见的细节，我不是透明人，注意孩子语气的变化，适时一句，今天看起来累累的，要不要聊聊？记得他的喜好，像是你最近迷韩剧，要不要我帮你订泡菜？生日前夕问，今年想不想换种过法？孩子会感觉我被注意到，我在这个家有存在感。2、被需要的细节，我对这个家有贡献。请孩子帮忙决定周末晚餐，你来选今晚要吃什么？家里有小事时征求意见，你觉得这张沙发摆哪比较好？关于家庭旅行，你想不想帮忙排行程？青少年渴望不是被照顾，而是被当成大人。他们想知道我对这个家的决定有分量。3、被接纳的细节，即使我不完美，也有人愿意留下来。情绪低落时，不急着纠正，而是今天很烦吗？可以先发泄一下，没关系。考差了，不要立刻责备，而是你可能已经很努力了，有没有觉得卡在哪里？与家人冲突后，愿意修补，而非冷处理。刚才我也有情绪，不好意思。孩子从中学会，这个家不是只要成绩表现，而是接纳我这个人。你以为的小事，其实是他心中我想回家的理由。有一位妈妈分享，高3那年，他儿子压力大，情绪差，几乎都不跟他讲话。他唯一做的事，就是每天在门口对他说一句话，路上小心，我等你回来吃饭哦。没想到那年寒假，孩子写了一张卡片给他，上面写，我知道我很难搞，但每天出门前听到你说那句话，我会觉得还有人记得我是谁，还有人等我回来。家庭归属感不是来自奢华的旅游、昂贵的礼物，而是一连串重复又温柔的细节，就像灯塔，不需华丽，只要不熄灭，船就知道要往哪里靠近。节育，成为一个让孩子愿意靠近的人。这世界上有太多声音会告诉孩子，他不够好，考不上，你不够努力，表现差，你不够乖，情绪大，你不成熟。但唯有家庭，应该是那个即使他失败、烦躁、沉默，也能安心放松的地方，而你就是那个能用一句话、一个举动、一个小细节，让他重新感觉我属于这里的人。不要小看一句关心，一个便条，一句晚点见，对他来说，那也许是整天最暖的那束光。因为真正的家不是让人回来的地方，而是让人想回来的地方。